死神方便退役多年。要知道，方便堪称中国拳坛无可争议的不败传奇，有着地狱魔王之称的西蒙马库斯和被视作无冕之王的沙希拉克都败于方便的铁拳之下，其59连胜的辉煌战绩更是令人惊叹，至今保持不败，这无疑有力的佐证了他的超强实力。蔡李佛拳第9代传人于建宏，实力不容小觑，他在昆仑决赛场上取得36连胜佳绩。就是这样一位选手，公然指名挑战方便。为了彰显自己的能耐，他直接放狠话，宣称方便已年老体衰，实力远不如从前，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甚至让方便提前举手投降，以免被直接扣而晚节不保，将死神的最后颜面践踏无疑。他还向主持人承诺，自己能在3个回合内扣方便。方便这样一位战绩卓越的搏击界前辈，被后辈指名挑战还遭受威胁，脾气再好也被气得怒火中烧，于是二话不说霸气应战，这就有了今天备受瞩目的方便复出之战。他今日重磅回归，登上国际搏击擂台。今晚的赛事堪称中国搏击界的巅峰对决。闲话少叙，为了让更多国人目睹2位选手的精彩对决，帅哥美女们麻烦长按3秒点赞。小编在此祝大家早日腰缠万贯。比赛第一回合钟声敲响，身着红色短裤的不败王者方便和身穿黑色短裤的蔡李佛拳传承者于建宏登场。虽说方便年龄渐长，实力有所下滑，但这并不代表搏击晚辈能肆意挑衅他。毕竟方便是中国自由搏击史上最成功、连胜记录最多的实力悍将，要是没真本事，早就被打得消失不见。于建宏登上擂台，不只是为了打败方便，还妄图取代方便在中国自由搏击界的连胜地位，从而获取更多利益和声名。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复出的状态啊，像刚才主持人也是介绍了，在中国大陆的第1场复出赛，年龄也是相当于是到了退役的年龄，但是还是在擂台上坚持。对，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场明星之战啊！是。那反观这个于建宏呢，是目前22岁，战绩29战22胜，然后5负1平6次KO。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小黑子，无论是在方便征战赛场期间，还是退役之后，都对他肆意诋毁、恶语相向，甚至有极端者公然宣称，方便那令人瞩目的连胜战绩是弄虚作假得来的，是靠金钱堆砌起来的。然而事实上，为了将这连胜战绩保持下去，方便在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和挥洒的汗水，远远超出常人。观众大多只目睹了方便在职业擂台上荣耀满身的高光时刻，却未曾见到他在清晨刻苦训练、挥汗如雨的艰苦场景，所以才会出现有人质疑其辉煌连胜战绩真实性的情况。还了一个高扫，方便比对方也是要高出4公分，非常明显。哇，这后手重拳打中了，有点晕，但是没有选择继续跟进，要慢慢的跟对方打，也是友好的善意的笑了一下。侧踹啊，这就是典型的散打运动员的动作。哎呀，方便也是中了一个后手拳啊。是，但是这个距离拉得很远，并没有挨得很结实。他的身体力。于建宏果真是中华传统武术的杰出代表人物，他22岁就斩获这般优异的战绩，着实是不可多得的搏击人才。再看第2回合的战况，在擂台上，不管是出拳还是踢腿展开攻势，他都能让死神方便不禁眼前一亮，并且随着赛事的推进，于建宏的出招愈发迅猛有力。这显然表明于建宏此次登上擂台就是奔着将方便扣而来的。而擅长中国散打的方便呢，则始终保持着中远距离的对峙，丝毫不给于建宏接近内围的机会。相信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不论输赢，方便都会大度的承认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一事实。你看这个低边腿，他的低边腿跟低扫腿还是不太一样的。低边腿的话，他注重的是这个速度，高扫。这个后直是对方反应过来了。我感觉方便很久没有打比赛，很开心的表情就回到这个熟悉的擂台之上，肯定是非常兴奋的。运动员都是有这种情怀嘛，就到自己该退役的年龄，就感觉自己身体机能方面都不如年轻的时候了。但是呢，一旦自己能够回到擂台上，肯定是相当。方便此时此刻正在全力施展散打招式，意图压制于建宏。在双方拼拳换脚时，方便不敢有丝毫懈怠与退缩，因为自己的体力储备和反应能力在对峙中已成短板。于建宏就像年轻时候的方便，充满敢打敢拼、无所畏惧的劲头。方便会在擂台上不时的微笑，这是对于建宏的认可。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相信方便肯定会比现在更加自信和勇猛。他至少要让所有人都清楚，自己的辉煌战绩是靠一拳又一拳实实在在打拼出来的。对方就是身体绷得很紧啊，就生怕方便有一个重击打到对方的这个腹部啊，红肿非常的明显，再来2下侧踹可能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我感觉方便还没有放大招呢。后直，这个后直是毫无征兆性的。
扣手拳啊，对方撤离的很快，不要在方便的攻击范围之内，也箍紧了。其实这个到84公斤级算这个级别比较大了，在中国这个大级别里面，这个方便老师相当的出色的，包括他之前的这些荣耀啊、一些战绩啊，就打职业比赛以来都是一个全胜的状态。比赛进行到此刻，方便的确已经开始出现体力不支的情况了。随着比赛进入第3回合，打着打着，他都不得不通过一些内为残暴的手段来稍作休息，调整状态。再瞧于建宏这边，他看起来斗志昂扬，勇猛非常。要知道，赛前他可是放出狠话，声称要在3个回合之内就把死神方便抠掉呢。可现在比赛只剩下最后3分钟了，要是他没法兑现自己的承诺，必然会被人诟病，这对他个人的前途也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毕竟方便的打法灵活多变，这让于建宏一时间难以想出更有效的应对之策。疑惑了对方的策略，哎呀，可以对方开始大摆抡了，打个高扫腿也是没有扫到。这样红也是蛮拼的呀。毕竟这难得的比赛，对，难得的机会。如果顺带能够赢下比赛，那真的是太赚了，对于他来说。是的。方面还是经验非常老道啊，就对方要开始发起进攻的一瞬间，搂抱住了，利用规则将对方的这个进攻气焰给完全给压下来，不让他有这反击的机会。对。这前手摆拳打到了，当下的方便一直在努力掌控着于建宏以及比赛的节奏。建宏最拿手的招式并没有让方便受到多大的损失，相反，方便的打法对于建宏这类拼打型选手有着一定的克制作用。就这样，双方选手谁强谁弱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也充分体现了香还是老的辣。接下来的比赛中，于建宏必须尽快想出针对性的打法，不然一直被方便牵着走，那可就太难受了，说不定还会沦为方便的人肉沙袋，被揍得很惨。这是一些散打里面的鞭腿、侧踹、劈腿这些动作，他的这个膝法其实用的比较少，但是他的身高是天然的优势啊，这对方的这个控制距离要控制的非常的好，才能打得到他。后手拳又来了。对，这个后手拳真的很不错。哎呀，继续。摆拳打到，就近距离内围的对拼的话，在死角里面甩过来的摆拳啊，方面还是没有看到。被击到了一下，但问题不大。又是直接来的后手拳，是我在抢把位，这感觉有点像打泰拳的样子了啊！哎呀，直接近身，对方这个摆拳是。比赛进入倒计时，死神方便比分不仅遥遥领先，还在持续扩大。挑战者于建宏显得越发焦急慌乱，于建宏苦思冥想，却始终找不出应对打法，只能不停被动挨打。照这样下去，于建宏别说抠方便获取胜利了，恐怕比赛未完就先被抠淘汰。方便不愧是中国不败死神，接下来即将开启他的个人秀时刻。败了，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好，回合马上就要结束啊，越来越有感觉了，但是要提腿侧踹，但是又收了回来，绝对不出无意义的动作。对啊，最后也是打满了。最后比赛结果公布了，经过评审们的一致判定，死神方便凭借比分优势赢得了比赛。那么大家觉得双方选手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如何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喽，咱们下期再见了。